有旨。今五位左郎将林宁觊觎宁远公主美貌，私购火药制造意外，趁乱绑架公主后，被右相侄女崔曼淑及其他继人无意中撞破。林宁见计划败露，残忍杀害几人，畏罪潜逃。福昌县主李佩仪、太史丞萧怀瑾明察秋毫，将其绞杀于逃跑途中。你二人当机立断，有勇有谋。宁远公主积民有加，安然脱身，皆有赏，接旨。谢圣上体察。公主尚在休养，3日后圣上在蓬莱台为公主设宴，你们2位一起来吧。是。有一事，我得向县主坦白。那日宴席前，我见过15公主，见过公主。太史丞，我有一事想请教。臣不敢。太史丞觉得，天上星是否真的能观人间事？臣只知星辰不会引发纷争，人却会借星象生事。那在太史丞看来，上元节这番风波，到底是有象在先，还是借象生事呢？事有因果，物有本末，公主安好才是最重要的。太史丞都知道了，看来太史丞并不信命。臣相信，只是我等凡人，只有在命中之时，才能看见命运的模样。多谢太史丞。太史丞看到那封密折了，想必也料到此事是我与公主同谋。我的确在公主府中找到了与密折有关的线索，但仅凭公主，是无法将密折送到圣上书房的。可惜圣上就算看到如此恶兆，依旧没能转还心意。恭喜太史丞。何来恭喜？太史丞当初同意助我查案，也是想借此机会帮圣上找到呈送密折之人吧。如今公主案告破，太史丞想查的事也水落石出，岂不可喜可贺？圣上认定此事，一切皆是凌宁教唆公主所为。太史丞，律法和情义如何兼得？法者，治之端严；君子者，治之圆融。我虽乖张古怪，不是君子，应该也算不得小人。我对县主并不了解，无从判断，也无意指摘。耕地者有耕地者的心，深宫中有深宫人的爱。我不过是有些遇事傍身，耍些聪明伎俩，沾了些偏爱，才从地上站起来。婉顺是另一个我，一个没能站起来的我。圣上已下令厚葬15公主，谥号赵思。圣上还是爱重15公主的。你我都知道，何为爱重？早迎婆儿登霞溪，掩浮云而上征。幸好，他已经去了他想去的地方。太史丞不是什么法理无情之人。我知道那日从四面回来，你没有去面圣。来了，快！
敌人无聊得很，太史城随时可以回去。关心也是一样追踪星辰踪迹，有时候几个月才会移动毫厘。原来太史城才是行家。不过这胡达既然着急出宫办差事，为何不慌不忙地吃起酒来了？不对，坐这的人呢？我没看见。酒楼有没有后门？没有。这边。太史城知道往哪儿走。那架马车比寻常的宽出不少，能走的街巷有限。我们现在位于方中的东北隅，马车能去的方向只有一个。尽管马车速度再快，但我们走小路，即便以我们现在的步速，也一定能够在延乐巷口拦住他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带太史城走条更快的路。哎，来，县主请先行。忘了太史城不会功夫了。换车班，进马营。县主，艾草，救我！救我！来人呐！救我！让开！让开！别动！胡达，胡达，胡达，胡达！来急了！哪个扫雷星的泼的开水啊？看到是我泼的，不是你是谁？太史城去追的是不是一个身穿黑袍、头戴兜帽的大个子？就是他。那人有些驼背，足印前深后浅，应是常年拉重物所形成的习惯。方才县主去救胡达时，还同他擦肩而过了。艾草，那人身上有艾草的味道，勾陷胡达的就是他。可惜没能追上，是我不自量力了。太史城，不要妄自菲薄，你可是只凭一瞥就锁定了凶手。他对这一片应该非常熟悉，所以才能这么快脱身。将胡达尸体带回内业局，凶手定是宫中之人，跑不了。是。县主可曾经过这样的标记？我在那人的板车上见到的。县主常在宫中，可曾见过？是进房，宫中进房的板车、木桶上都有这样的标志。如果是这样，就解释得通了。进角宫常年拉板车，足印前深后浅，能够自由出入皇宫，身份地位不会被人注意。而且清角宫多用熏艾来驱除味道，太史城果然厉害。县主，冒犯了。有线索了，跟我去抓人。县主，你怎么众目睽睽之下和太史城牵手啊？太史城掐指神算，这不就把凶手的方位找到？掐指神算是掐别人的手吗？如果没有什么确实的证据，以大理寺之名贸然提审这三人，还是有些困难。权贵之家一般都注重颜面，贸然登门，
怕是双方都不大好看。云垂楼的腊肉正好喂，五人去订上3间上房，我随后就到。县主怎么突然想吃腊肉了？县主的意思是以他的名义给3位贵女递拜帖，约在云垂楼，当做寻常问话，低调体面，兴许能少些风浪。太史什么去哪？凶手能够堂而皇之的将火药运进皇宫，却不被发现，定是有些本事。我去查查。贺兰啊，你与崔曼书禅院未尽，仍有秘密郁结于心。胡说！我不同你胡闹，我要回家。你从一开始便极力撇清与崔曼书的关系，我知道你被崔曼书欺侮，羞于启齿，但这件事其实很容易看破。你撇清关系的真正目的，是为了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事。我给过你机会，你不说，我就只好从你手上看。手上能看得出来是？当然看得出。这张契约上，波华右手食指的指印是反波迹，你的右手食指也是反波迹。延寿坊的院子是你租的，你为何不认？一枚指纹，怎能证明什么？指纹本就独一无二，你这样的指纹更是万中无一。你若不想认也罢，五人，现在就去把那位胡商找来，让他见见这位将士郎，波华。是。等等，就算是我租的又怎样？崔曼书的死和我没有关系。周小娘子与崔曼书之死无关，那15公主之死呢？我查了宫内这个月出入记录，初时，周家进献淑妃年礼3车，可淑妃处那日入户记录却只有2车，有1车东西从宫门到淑妃宫里的路上消失了。巧的是，有人看见周小娘子押着1车东西去了偏门。至于这车中所在之物是不是火药，那位应该很快就能查得出。不必了。15公主的死，我确实脱不了干系。崔曼书与15公主结下梁子，这是我与母亲受辱大人。快一点，不要耽误我的生辰宴开席了。等一下，15公主也在，先起来。这亲礼很新鲜，刚刚九娘就招待了我们好些，圣上跟淑妃也很喜欢。只是圣上从未问过，这亲礼的礼是什么礼？九娘的一番忠心，天地可见。只是圣上都如此宽宥，九娘也抬抬手吧。既然15公主求情了，那这番我便饶了你们。看什么看？怎么还不开席？蠢笨东西！带着你阿娘回去梳洗一番，今日也都累了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 15公主救了我母女，也给足了崔曼书颜面，可崔曼书却将她视为眼中钉。她一边继续欺辱我，一边想法子报复15公主。有一天，她好像突然得知了15公主的什么秘密，每隔几日都要和王昭二人偷偷议论15公主做出来的事儿呢。可是有一次，她却突然和我说。 15公主要有大喜事了，让我去好好恭喜她。没隔几日，就传出了15公主要去回纥和亲的消息。是崔曼书让婉顺远嫁的。周贺兰，你知道此事为何不告诉我？
往下说。我得知此事之后，日夜祈祷，求十五公主嫁得良人，远离纷争。可上月末，崔曼淑却突然让我去租一处房子给她。我得知冬至那天，她和十五公主见了面，虽然不知道他们具体说了些什么，但公主似乎要去找圣上做主。我担心出事受牵连，只好按照崔曼淑的要求，假扮男装，用假名在延寿坊租了一处隐蔽的小院。这月初时，阿爷阿娘特别高兴，说是好不容易有机会能够见到淑妃，让我进宫给淑妃送年礼。阿爷阿娘准备了满满2车年礼。可就在我要进宫的时候，崔曼淑却突然让我把一车东西送进宫里的偏门，还不许我看。我不敢看，也不敢问，只好照做。可是我进宫之后越想越害怕，只好偷偷看。是火药，但你并不知那火药是作何用途。它能做什么好事？但是来不及了。白纸黑字，记下的是我周家的马车。虽然害怕，但也不敢多问。直到上元节那天，我吓坏了。我那时才知道，他让我运送火药入宫的意图。我问他，是不是他做的？连公主都敢杀他，简直是疯了。可他居然对我说：“这么死了是便宜的。”所以你本有机会阻止这一切，可是你什么都没做，是吗？我不敢，被欺负的太久了，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反抗。你装作一副受害的模样与我作戏，但你心里很清楚自己在助纣为虐。你很清楚那些火药能埋掉一条人命，只要这个人不是你自己，不是你阿爷阿娘，是谁都无妨，是吗？不然呢？难道你要我替公主去死吗？难道你要我眼睁睁地看着我阿爷阿娘受制于人吗？你从来都没有受过这种气，你贵为县主，得圣上和淑妃的宠爱，你自然不会受制于人。你无父无母，你也不会知道，阿爷阿娘被别人捏在手里是什么滋味。休得无礼！忘恩负义，晚上救错了人，随你怎么说。我忘恩负义，助纣为虐，只要我没有死在崔曼淑手，你将我绑了去，送刑部押天牢，斩我3番5次我都认了，用不着那么麻烦。请你冷静。崔曼淑为何会去延寿坊？不知道，我只负责租赁寨子，我没去过。光靠你一个人运起来的火药，根本无法在宴席上杀害公主。你另有同谋，他是谁？崔曼淑不会让他知道的。县主，
我对不起十五公主，此事请责怨我一人，莫牵连我爹娘。县主，王赵两位小娘突然呕血不止。去赵柔顺那，喂下药丸，点四右手烧伤，中冲，挤压放血，快！是。来不及了。酱汁有毒，是生川巫毒。白天封了，接触过这些吃食的人全部带走。是。县主方才和王三娘一同吃了这些饭菜。县主并没有吃切块，县主的杯盏很干净，并没有计算酱汁。我没碰这道菜。县主，王家小娘迟迟未归，王夫人寻到楼下了。麻烦。进去这么久了还不出来呀？这可怎么办呀？进去看看，进去看看。不能所有人都被拖住，你先带人追查下毒之人，从后门走，快！是。你也要走？不走难道留在这里被他们纠缠？三位闺女在此暴毙，不能不管。你想留在此处应对？与其在这儿做无谓纠缠，不如抓紧时间追凶。娘儿，快走！来不及了。我刚才说的话，太史还记得吗？什么？点刺右手烧伤，中冲，挤压放血。若血能从黑紫变红，我便有救；若是不然，县主。县主。靠你了。女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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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好的女儿给你们送来了，才1个时辰啊，她就变成这个样了。无常县主，你能告诉我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？你女儿遭人毒害，我正在追查下毒之人。李佩仪，我念你是县主，我对你尚有一丝恭敬。我女儿她本不该来此，她是为了配合你问话，帮你查案，却在你手里没了命。若不是你将她带到此地，她何至于此？你居然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。夫人，县主查案也是心切，夫人不妨先将三娘带回府中，还她清静，也让县主追查真凶，告慰三娘。查明真凶，查明真凶能换回我女儿吗？你们今天一定会上去府口的所有人一个交代。王夫人想要什么交代？把他绑了，去圣上面前批评。谁敢？县主，县主，县主。
圣上，你看，那远处是什么呀？县主，公主的尸体被烧得过于严重，县主昏迷期间，太常肆意封存残骸于夏宫，待抓到真凶查明真相后，再行入殓。这对金钏最为漂亮，你我各一颗。县主，这位郎君就是在西南回廊被抓住的，要查飞过时，他就在附近。你是何人？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，见过不常县主。县主，此人如何处置？你用的什么熏香？家母所配，我也不知。你方才说自己叫什么？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。令尊可是太子太傅萧文渊？是。宴席期间为何离席？身子不适，前去更衣。更衣需绕行那么远？久未入宫，一时迷了路。案发之时，你人在回廊，刚好经过。可看到了什么？看到药叉从空中飞过，还未看清，便被金吾卫拦下了。单藤纸、松叶墨、纸张焚烧，烧过什么？带下去，看好了。是。县主若想破案，不妨去寻石上火与木下清，挂中有乾坤。
装神弄鬼。带走。是。如意阁上有情况。果然，和我预想的差不多。这是固定药叉用的。为了装神弄鬼，还真是没少费功夫。蜡油、丝线。果然，原来就是这个将药叉风筝拽过来的。对面蜡烛燃尽，固定风筝的丝线崩断，这里的机关就立刻被触动。有人处心积虑，想要王胜的命。若想要药叉在公主跳舞时升空，不光要知道宴会的流程、公主出场的时辰，而且还要提前布置好装置，并且在适当的时间点燃蜡烛。凶手必定能在宫中自由走动。屋顶上的蜡油差不多半个时辰就能烧完。事发时，宴会进行了约3刻，所以说，凶手必须要在宴会开始前1刻左右就布置好装置，并点燃蜡烛。宴会开始时，我曾在那处阁楼中看到过太师城。从如意阁顶到县主所说的位置，就算是身手了得之人，也至少要2刻才能赶到。所以说，不会是那太师城。不是他。如意阁顶是时上火，这里也确实有木下金。那个太史城靠卜算算得这么准，他一定看到了什么。县主终于来了。跟我走。县主可以还我清白了。我从来没有说过是你做的。既然如此，告辞。你可以走，但要跟我去查案。我是太史局官员，如何查案？我知道你去了哪里，见了谁。不信？你呀，去了花萼香灰楼。太史城在上元夜宴时入宫，必定是被秘密召见，所以你不敢说出自己的行踪。你在西南回廊看到了药叉现身，虽只是蛛丝马迹，但你的眼睛和脑子都很厉害。坐牢的功夫便想明白了机关的全貌。确实是萧某匆匆一瞥，随后推演出来的。但县主所说其他，恕难告知。既然县主已知我无罪，属下官告辞。圣上口谕：和亲当前，公主横死，恐有人为祸后宫。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智敏无双，见微知著，可与福昌县主李佩仪共破此案。接旨。
太史丞，圣上的英明决断，你可有异议呀？圣上还特赐一枚灵符，你可以自由出入兴庆宫。臣谢恩。县主，当务之急是速速查明此案，莫让公主抱恨终天。是。这也是县主安排的。圣上旨意，谁能安排？县主究竟如何得知的？得知什么？客卿出雾女，留指月语，其色青黑，此相何意？关心者，不可沾，不可断。青黑之色，绝非吉兆，朕心难安。你看看吧。这密折比太史局送进来的还要早3个时辰。这密折来自何处？雾女亦称虚女，主婚嫁。如今宫中只有一回合和亲这桩婚事。正月戊，正是吉日。朕担心有人会借此星象作乱，如果和亲不成，恐后患无穷。传此密折者，其心必异。你帮朕把他给找出来。臣惶恐，朕需要一个与朝中各派均无瓜葛之人，所以只能派你前去。臣尽力。这件事情绝不能让第三人知道。久闻圣上格外宠爱县主，但命太史丞查案，绝非小事。县主如何说动圣上的？太史丞这是要抗旨吗？不明不白，恕难从免。我本没有必要同你解释，但既然你也对真相如此坚持，倒让我有些惺惺相惜。太史局官员不能随意入宫，圣上又是秘密召见，恐怕是星象出现了恶兆，无非是前朝动荡、后宫不宁之类的。圣上本就不安，现在婉顺遭逢不测，圣上必然会担心此事与星象有关。你与我一同查案，能令圣上心安。若圣上不下旨呢？你走在太史局，自是不了解我。走吧。我独来独往惯了，不喜与人同行。宫灯中爆燃的火药是民间私造的，线索应该在宫外。那我便去查火药的来源。告辞。火药的事，真让他去查。找个人跟着他，别让他出事。是。
杀人了！关公杀人了！三胖，你怎么看？老大，死者浑身是血，一片狼藉，说明他跟凶手搏斗所致。依我看，这是入室行窃被发现，凶手狗急跳墙，杀人灭口。行窃？何以见得？请看，家具东倒西歪，说明和凶手搏斗时间很久。以死者的身量来看，凶手必定不是高大威猛之辈，半夜入室，身材瘦弱，不是强人，定是偷。有长进，但是不得其法。另有隐情？哪有什么隐情？少卿是给你留面子，你低头仔细看过了？看什么？当然是脚印了，还能有什么？除了邻居的脚印，还有谁的？好像这刀……关公显灵所为。双燕，勘验一下尸身，查明死因。少卿，死者的指甲里面有大量的皮屑。关公的，关公的皮屑。哦，那我们拿回去点儿，回去供着吧。关公显的是肉身，还是法身呀？法身。到底是肉身还是法身呢？这问那么用，这不明摆着吗？肉身。妈，我说的是，凶手与他搏斗的时候被抓伤，那不就好办了吗？这些皮屑不一定是凶手的，就算是凶手的，也不全是。你们看，他的颈部有大量的抓痕，他抓伤的很有可能只是他自己。一魂夺魄呀，那这案子就破了。破了呀！真的。你想啊，他和凶手搏斗没有小事，只有你的。关公的刀伤了他。关公啊，关公显灵了，破了呀！破什么了？怎么就破了？谁破了？黄三炮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清场！大理寺办案，闲杂人等一律逐出。大人，他不能走啊！他是他的邻居，是他发现尸体的啊！我说你出去。按武德律，这杀人罪按律当斩，知情不报以从犯论处。报与不报，你选一个。官人饶命啊！官人饶命啊！小的是怕不说得罪您，说出来吧，会得罪关老爷的。我们老爷可比关老爷不好惹那小的说，昨天夜里小人都已经睡下了，突然听到隔壁苏秀在家里有桌椅被撞倒的声音，小人本以为是他家娘子回来了，俩人又吵架了，小人就想着去看看热闹，不是去劝劝架。他娘子人呢？好像是回他娘家了。他二人经常吵架吗？没错，经常吵架。
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记着，打他娘子过门就这样了。不过吵归吵，倒也不记仇。每次吵完以后，两个人又恩爱的不得了。嘿嘿。接着说，你出来的时候都看到了什么？苏秀在家里点着蜡烛，小人就隔着窗户看见苏秀才一个人的身影，在房间里边撞来撞去，撞来撞去，反正就是到处乱撞。这房间里也没有别的人呐。现在想起来，还是这位官人说的对，是被关老爷附体了。你看，你看，那你出入的时候就没看到什么人吗？没有，小人进去的时候就看见苏公子已经躺在地上了。哦，还有那把关公的刀，沾着血，就掉在旁边了。对，就是这把，不对，就是这把刀。先下去吧。谢谢官人，谢谢官人。老大，我调查过了，这个苏秀才啊，只是读过些书，弄些酸文假醋的事情，也没有考上个秀才。所以说这大伙儿开始只是挤兑他，管他叫秀才，叫着叫着呀，也就叫开了，啥也不是。他一个读书人，在家里供关公干什么？这个苏夫人啊，是赵校尉的独女，是习武世家，所以说呢，这供关公啊，可能是从他娘家带过来的习惯。通知过苏夫人了吗？啊，我已经让人去了。你说说，这最近哪来那么多奇怪的案子啊？这以前查案子吧，那好歹还给点辛苦费，现在接案子呢，只见着案子，一个子儿都见不着啊。给钱了呀。所以呢？在我这儿啊。我没了。没了。你要这样想，你呢就是无业游民，之前呢也没有工作。你呀，除了吃还要住，所以呢，你帮我工作，我给你提供这些非常公平。但是你现在没有工作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拿那些钱去付这些吃喝。再说，不是说好了要两人分账吗？按照你那种分账的方法呀，老娘这店早就被你吃空了。这赔本买卖我不做了，你自己跟他们解释去，就说我不在。四娘，萨摩人呢？萨摩呢？萨摩呢？哦。谢谢你的茶。我去！既然人已经找到了，那咱们就出发吧。去哪儿？办案。不是已经办过了吗？苏秋的妻子今天早上回来了，你不想去问问吗？哎呦，肚子突然好疼啊，去不了了。区小伤无妨。萨摩兄素来嫉恶如仇，急公好义，就是太过自谦了。没事就跟你自谦了。
我每天跟你们这么办案的话，耽误我干活好吗？四娘已经收了钱了，她不会怪你的。为什么不能直接给我呢？给都给了，不好往回要的。哎，你叫什么味儿啊？还有上次的钱，你这怎么叫见利忘义？你把我给卖了你！喂！镇威校尉，一个从6品的武散官而已，倒算不得什么武将世家吧。散官也是大唐命官。那赵校尉是个攀援富贵之人，怎么会让自己的女儿嫁了个考不上秀才的穷小子呢？哎，说的一点没错。我听说啊，因为这个事儿，赵校尉的女儿已经跟他断绝了父女情。为什么？听说这赵校尉啊，妻妾不少，却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，取名思南。因为没有儿子能替他博些军功呢，所以便想嫁女联姻，攀个权贵。因此打小啊，对这女儿特别宠爱，都给惯坏了。嫁女联姻，这也太狠心了吧！就是，只怕你父亲也早有这样的打算吧。我累了，我要喝茶。唉，联姻有什么不好啊？我还想有人给我牵线搭桥，让我连一个公主，从此我就吃穿不愁了。来，子苏。三胖，接着说。哦，对了。后来啊，这个思南姑娘就喜欢上了苏修，非要嫁给他。可是这个赵校尉啊，死活都不让，非让她嫁给那个已经许了婚的人家。结果呢，这个思南姑娘就说她自己有了身孕，所以这个赵校尉啊就特别生气，从此给她赶出了家门，说今生再也不见。那他孩子呢？哎呀，假的，哪有孩子啊？这夫妻俩到现在都没个孩子。那按照邻居的说法，说苏秋娘子不是回娘家去了吗？最惨的就是这个，她不是回娘家了，而是被苏秋给休了。休了？休了？哦。哎，不是说回来了吗？人呢？苏夫人回来没进屋，直接去后院了。上后院去了，好像。啊！这个房间从昨天就一直这样吗？是。那这些杯子从昨天一直就摆在这儿吗？嗯。把这个杯子带回去，让少爷检查一下。是。你是苏夫人吗？是，我是。槐花？哎，我们是大理寺的。你们能不能告诉我，我的相公究竟是遭了什么样的毒手？案发是在昨夜，当时你在哪？你们是在怀疑我？你对外称你是回娘家，可据我所知，你跟娘家早就断绝了关系。我实在是无处可去了。昨天夜里，我一直在大安坊一家叫齐信阁的客栈里。三胖，你去齐信阁核实一下。是。哎呦，那你们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闹到让他休了我？苏秋他和有夫之妇私定了终身。他为了讨那女人欢心，才狠下心来休了我。我不像他，我这一生只爱了他一个。
这棵树有什么特别的吗？这株花木是我刚嫁给苏秋的时候，和他一起种下的。那时候的小树苗，都已经长这么大了。如今，花木还在，可他的性命，还有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再也回不来了。老大，我找齐信阁掌柜问过了，昨晚赵思南确实住在那儿。一直没出来吗？是，夜里一个人叫了一桌子菜，边哭边喝酒来着，怎么劝都劝不住，还招来一帮图谋不轨的小混混，还是老板妻子帮他出头。那女子的情况，你了解多少？她是个有风韵的女子。你跟她相识吗？是致远书斋的少奶奶。书斋？前段时间家里有些困难，苏秋就拿着她手里的几本古书去书斋卖。因为想卖个好价钱，她就时不常的去书斋，同掌柜的说话。几次下来，两人便相识了。那书斋的掌柜没有察觉吗？可是你们家怎么会供奉关公呢？赵府向来就是供奉关公的。我嫁给苏秋的时候，那边已经同我断了关系，所以什么嫁妆都没有。是待我的乳娘偷偷的把这尊关公像给请出来的。她说，这原本就是我爹娘给我备下的，既然同赵府断了关系，往后的日子要是难过，就全靠关老爷庇佑了。这么说，真是关公开了眼，帮你杀了负心人？哎，别碰到，他会显灵的。你们也都听到了哦，这回真是关老爷出马哦。这次的案子确实蹊跷得很，死因很明显，致命伤在喉部。可是又有人证明，当晚只有死者一个人。所以我说吗？啊，这只有关公附体才能干出这事吗？这苏秋与人也并无恩怨，唯一算得上有仇怨的，也就是赵思南了。但是当晚他也不在，而且很多证人可以证明。不是，你是说苏夫人？就她那副可怜的样子，怎么可能？三炮啊，你跟那个书斋的掌柜认识吗？不大认识。哦，不过听说那个书斋掌柜最近赚了笔大钱哦。嗯，谁赚钱了？怎么赚钱了？快说！我就说你消息闭塞吧。那个书斋掌柜啊，他最近搞了一批什么古籍，哦，一倒手赚了不少钱呢。是苏秋卖给他的那些古书啊？对，就是那个。这个书斋掌柜呢，弄了一些珍品，然后呢，叫了很多就是有钱的老学究给叫到一块儿，说要什么品鉴这些书籍。哼，说是品鉴，其实就是想让他们窝里斗，看谁出的价高，然后哄着人把这些书籍都买了。你咋知道？哼，都是老子玩剩下的，肯定是他当年受过我的启发，所以才想起来玩这招吗？反正呢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听说他一有钱，就带他老婆到处玩，反正到哪儿呢，他出手都是最阔绰的一个。带他老婆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没准是小妾呢。
那如果是这书斋的少奶奶，眼见着自己相公阔绰起来，而后悔自己跟了苏秋，想回到自己相公身边，但又害怕事情败露，于是痛下了杀手。请。夫人，请各位在侧厢房稍等他一会儿，几位稍后片刻。谢谢。哎，你们说，为什么搞得神神秘秘的？不在大厅等着，把我们拉到这儿来干嘛？哼，你傻呀！现在这个夫人什么情况？她的夫君呢，不知道她在外面跟人私通，而她的情人已经死了，连个下家都没有。这种情况下，当然是能瞒则瞒了。就你们还大张旗鼓的跑到人家府上来询问，现在也就是因为掌柜的不在，所以人家才能让你们在这儿等，否则的话，不把你们打出去啊，就算是很客气了。我就纳了闷儿了啊，怎么那么多人家喜欢养些花花草草，好闻吗？去！你打我干嘛？有蚊子叮你，我把你打死了，你不谢谢我？你打的比蚊子咬的疼多了。嘿，